俄罗斯的军事发展在国际上一直都备受关注，而该国在军事上的成就，大家也都有目共睹。自前苏联时期就在军事领域创造出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不如那时的辉煌，但也担当起军事强国这一名号。而我们这次要提到的就是俄罗斯的第5代战机苏57。据俄罗斯国防工业8月11号的报道，俄罗斯国防公司将在卢俊2022年武器展上展示苏57第5代战斗机。身为俄罗斯本国的利刃，在目前国际上的5代战机中，俄罗斯的隐形战斗机苏57十分吸引大众的眼光。由战斗民族创造出来的战斗机苏57的粗犷中又带着一丝暴力美学，它能在各种距离的战斗中摧毁空中、水上和地面上所有类型的目标，同时还能打击防空系统、远程指挥系统以及航空管制系统等等。作为一种多功能战机，苏57结合了战斗机和攻击机的功能，具备了高水平控制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航电设备，实力不容小觑。今天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了解一下俄罗斯第一款第5代战机苏57，看看它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苏57战斗机由俄罗斯 PAKFA 计划发展而来，前身是 T50 战斗机，首飞时间是在2010年完成，后经过多次试飞和维修改装，在2017年8月11日被正式命名为苏57，4年后又开始正式量产。那么作为俄罗斯空军现有的第5代战斗机，它独有的特点就有很多。之前战斗机大都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超音速飞行，而苏57则不需要借助加力燃烧室的条件下就能保持高速飞行，同时还具备了很强的机动性和高效的武器系统，从而实现超音速状态下的作战。在外形设计上，苏57采用了常规布局，对飞机侧翼进行了改进，从而满足雷达隐身、超声速巡航和机动性能等方面的新要求。机身的2个发动机舱之间间距较大，足以在2舱之间安装2个武器舱，并且将飞机原有垂直尾翼改进为一身融合的整体式尾翼。再加上机身上安装了用以限制雷达入射波回波的多棱角翼面，主翼上又增加了压翼和水平翼面，从而构成了均匀的气动翼面，以此更好地适应大范围的飞行包线。当然，苏57还有一个设计创新尤为重要，就是在气动设计方面，将机翼前缘延伸部分加装了可动边条，这起到了可控涡升力的作用。而苏57的主翼是三角形，其后列角为48度，机翼后缘的后列角为10度。两者加装了2组双侧升降副翼，水平尾翼和主翼外形相似，双垂直尾翼也是整体式设计，尺寸较小等特征，使得苏57即使是在短跑道上也能快速起飞。那么作为一个战斗机，苏57的战斗力又如何呢？首先，苏57战斗机可携带10吨各式武器，而专门为苏57所研制的最新式武器就有10多种，其中包括了各类型号的导弹以及航空制导炸弹，这点就体现出了它可用的武器样式之多。其次，苏57拥有至少2个内置弹舱，整个武器舱室就占了飞机容量的1/3，主要用来装载远距和中距空对空导弹，在不需要隐身的情况下，还可以外挂智能炸弹及导弹。而且苏57装备了射程为120到130千米的中距空对空导弹，射程可达300千米以上的远距空对空导弹，以及射程为420千米的超远距空对空导弹。除此之外，苏57还特别装有一门30毫米 JSH-301航空机炮。由此可见，不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能力，苏57都不是一般的强。在俄制战斗机中，航电设备一直是俄罗斯的软肋。不过，苏57战斗机的航电设备与之前相比较有了质的改善。它装备了季赫米洛夫研究所设计的 N036 雷达，这款雷达拥有5套有电子扫描阵列天线，系统与2台机载电脑相结合，能发现距离400千米以外的目标，还能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并向其中8个发起攻击。此外，苏57战斗机的机身上还集成了主动和被动雷达和光学定位系统，实现了智能蒙皮功能。不仅如此，苏57还使用了 SH-121雷达系统，当中包括了3部 X 波段雷达，以应付对 X 波段有低 RCS 的低可侦测目标。而且苏57还装备了新型无线电侦察和对抗系统，可以在不打开雷达、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发现敌人并实施干扰。不过，俄罗斯在苏57机身发动机的矢量推力技术方面的探索中，并没有模仿美国的技术模式，反而另辟蹊径，采用了喷口转向技术。由于喷口转向使力推力的方向性、控制力度和准确性等因素，喷口转向产生
生的使力推力效果比喷流舵面要高出许多，其优势显而易见。但喷口转向技术也十分复杂，由于发动机矢量推力的控制效能过强，在与飞控系统的交联上不利于进行软件设计，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控制难度大，发动机喷口转向所形成的操控力矩太大，很难通过舵面加以平衡。如果控制失当而产生的角速度发散是致命的，其产生的力矩和惯性耦合，足以导致一架飞机解体。而苏57战斗机争论最大的地方在于它的隐身性能，人们常拿它与 F-22做比较，有人嫌弃苏57做工粗糙，一眼望去机身上下都是明晃晃的大螺丝钉，真的具备隐身功能吗？因为隐身战机的工艺本就是最复杂的，最好不要留下缝隙。其实苏57战斗机的隐身性能并没有想象中的差劲，它的机头、机舱、进气道等都采用了独特的形状设计，保证了对雷达波的低可探测性。武器舱也采取了内置方式，从而增强了隐身效果，并且苏57采取了保守但实用性较强的异传统布局，在平衡隐身、机动、航程等方面都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为了达到隐身的同时还能保持超音速巡航，苏57的水平和垂直控制面更小，即使许多人批判苏57，还是能在它的身上看到第3代苏27的影子。但这何尝不是一直继承与创新并存的成果呢？无论如何，苏57战斗机的设计更加突出了高空高速和超机动作战的能力，并且依然保持了俄罗斯军方的第6代战争思想，突出了未来战争的模式为非接触作战，着重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应用。一旦苏57投入使用，它身上具备的极度敏捷性会使得其他一些拥有中距空对空导弹命中率大打折扣。再加上苏57相比其他5代机所存在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其相对低廉的价格。综上所述，苏57具有超声速巡航、综合探测系统，还较为体面的隐身能力、极度敏捷性以及持续等特点来看，它的存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战术、战役、战略等各层面都会造成重大冲击。但是俄罗斯却在苏57实际采购方面蹉跎不前，进展缓慢。截止到今年6月份，俄空天装备的苏58不超过5架，可见苏57还未正式进入批量生产。而就在前不久的俄乌冲突期间，俄军直接将苏57派到了前线，并且在乌克兰境内发射了2枚导弹，2枚都成功的精准命中目标。另外，俄军苏57还组成编队，对乌军的防空系统进行猎杀，在战场上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刷新了全球国家对苏57的看法。无论如何，苏57战斗机还是第一次参战，而且这也是人类制造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第一次参与高烈度、大规模的战争。而目前最新的消息称，俄罗斯闪电设计局为苏57开发的新型空导弹正在俄罗斯进行试验，预计将在今年年底，苏57就能搭载这种被称为隐形战机杀手的新型导弹出现。到那时，苏57的性能也将完全超越 F-22和 F-35战机。俄军称，新款导弹服役之后，苏57的空中格斗能力将再次大幅提升，甚至具备猎杀美军第5代战斗机的能力。猎杀行动乌克兰防空系统只是开始，下一个目标就是美军5代机。面对俄方如此自信的发言，大家伙都可以拭目以待啊！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